2026年初 ，HBO 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在龙之家族用无数条 CGI 巨龙把观众的视觉阈值拉到平流层之后，他们端出来一道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清粥小菜，一部关于穷光蛋的剧。没有坦格利安家族那些歌控妹控的乱伦大戏，没有毁天灭地的魔法，特效预算据说连龙之家族的零头都不到。主创 Ira Parker 甚至在采访里放话，就马丁写的这些边角料故事，含金量够 HBO 不重样的拍上13季。然后他直接引爆了整个网络。第5集以圣母之名拿到了 IMDB 满分10分，把绝命毒师的粉丝吓得连夜集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刷差评战役，生怕自己的神剧宝座岌岌可危。能被绝命毒师粉丝如此认真的针对，本身就是对一部剧最高规格的加冕。但如果你问我这部剧哪个镜头最牛，不是第5集那场足以载入影史的战斗，不是贝勒王子骑马入场那一刻的全身鸡皮疙瘩，而是第1集的开场。当那首让无数全友粉 DNA 狂动的熟悉 BGM 响起，你以为即将看见千军万马金戈铁马，镜头一转，我们的男主高个子邓肯正蹲在灌木丛里拉屎。外网博主 Comporio 当时说了一句绝的，他这是在物理意义上对着全游的宏大叙事拉屎。就这一个镜头，导演把全游宇宙多年积攒的神圣史诗感一脚踩得稀碎，然后用最干脆的方式宣告：去他妈的王权富贵，去他妈的铁王座！这是一个泥腿子的故事。他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为了混口热饭，为了守住那点可怜的底线，死磕到底，这才是真正的冰与火之歌。西王国的骑士的内核其实就是一个武力值爆表但脑子欠废的傻大个儿，带着一个古灵精怪的秃头小祖宗浪迹天涯。我们的男主邓肯从君临城最烂的贫民窟跳蚤窝里爬出来，他甚至严格来说都不算是个真正的骑士。为了参赛，这家伙撒了个胆大包天的谎，兜里只剩几个铜板，做梦都想在比武大会上赢一局，目的也不高远，就是想靠一膀子力气赢比外快，然后找个包吃包住的铁饭碗，告别流浪汉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主角，一个笨得可爱的穷流浪汉。他那个小跟班一哥呢，一颗光溜溜的脑袋，满嘴大词，不仅能认出全天下所有家族的族徽，还在喝苹果酒时因为里面飘着一只死苍蝇而满脸嫌弃。这种见过世面的小表情，让观众从第1分钟就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哪是什么苦孩子，这分明是个披着麻袋的贵公子。没错，伊哥是坦格利安家族根正苗红的王子，未来的伊耿武士国王。这就是全剧最妙的阶级错位。邓肯是跳蚤窝出来的社会最底层，伊哥却是含着金汤匙生下来的真龙之血。邓肯是个大老粗，伊哥是博学的小学霸。邓肯保护伊哥，伊哥拯救邓肯，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对方更需要谁。邓肯第一次遇到伊哥时问他的母亲呢，伊哥说去世了。此刻他并没有撒谎，凭他的智商与情商也不需要撒谎。邓肯紧接着问他，你是个孤儿吗？注意，此时伊哥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机智地反问邓肯，你是吗？伊格巧妙地利用了邓肯的同理心，让邓肯自己脑补了剩下的身世背景。因为邓肯自己是从君临城贫民窟跳蚤窝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孤儿，他一听到小男孩说母亲死了，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悲惨童年投射到了这个光头小孩身上，认定伊哥也跟他一样是个没人要的底层野狗，需要有人护着。伊哥顺水推舟，隐藏了自己作为坦格利安真龙王子的真实身份，成功骗取了邓肯的同情，并最终留在了他身边。总结来说，伊哥说母亲死了是100%的真话，但他极其聪明地利用这句真话作为障眼法，成功地在阶级和身世上将邓肯蒙在鼓里。所以后来当伊哥的真实身份曝光时，邓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震惊，还有一种被背叛的钝痛。你原来来自那个高高在上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世界，但偏偏就是这样，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才撞出了全游宇宙里最罕见的烟火气。在那个权贵们把荣誉当夜壶，把誓言当屁放的世界里，这个假骑士邓肯成了唯一一个真正把骑士精神刻在骨头里的人。够讽刺的吧？但这个讽刺其实比你想的还要深一层。剧集通过一个藏得很深的暗线，多次暗示了一件事：邓肯其实根本没有被老阿兰正式册封过，他参赛时撒了谎。
闪回里有一个细节，小邓肯怯生生地问老阿兰：“先生，我有一天也能像您一样成为骑士吗？”注意，是有一天也能，而不是您什么时候册封我。整整1季的闪回画面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邓肯被正式册封的那一刻。其实老阿兰一辈子没封他，不是看不起他，而是因为老头子心疼他，不想让他背上骑士这2个字去白白送死。主创把这个答案藏在了空白里，这就造就了全剧主题上最黑色也最深沉的反讽。在史蒂芬·佛索威为了一个爵位出卖朋友，贵族们把誓言当早饭随手吃掉的维斯特洛，最遵守骑士美德，最配得上骑士这2个字的人，恰恰是一个在体制上连骑士资格都没有的流浪汉。这个世界的合法性从来就不等于正当性。马丁老爷子用邓肯这个角色，把整个骑士阶级的虚伪解构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解构得这么好看。但如果你以为剧组只是利用假骑士邓肯来嘲讽维斯特洛骑士阶级，那你就太小看这帮主创的格局了。在这里，我必须拿着放大镜带大家细品全剧最神来之笔、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一个镜头语言。在第5集妻子审判开打前，面对绝境，绿苹果雷蒙毅然决然地单膝跪地，临阵请求册封他为骑士。就在莱诺拔出长剑，念出那段神圣的骑士誓言时，以战士之名，我命你勇敢；以天父之名，我命你公正；以圣母之名，我命你保护弱者。此时，导演给了一个极具深意的镜头，画面推向了一旁的邓肯。邓肯抬头仰望，那一刻，时空仿佛交错。画面中切出了老阿兰低头看着他，露出那一抹欣慰微笑的特写，绝了！各位，这简直是封神的剪辑，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闪回，这是剧组在用最顶级的镜头语言告诉我们，此时此刻，莱诺搭在雷蒙肩上的那把剑，同样也隔空搭在了邓肯的肩上。那个把硬币死死卡在剑柄里，到死都在担忧傻徒弟的老阿兰，生前没敢给邓肯的册封。在这场九死一生的血战前，在这片烂透了的泥泞绝境中，由天地，由神明，由他拼死也要守护的道义，亲自为他补上了。他没有一纸通关文书又如何？他没有高贵的血统又怎样？在这个满地都是带着头衔的真骑士，却没几个人愿意干人事的操蛋世界里，当邓肯仰起头看到师傅微笑的那一刻，那个曾在跳蚤窝里和野狗抢食的傻大个，就已经在精神上完成了最高级别的加冕。你不需要国王来册封你，你的伤疤，你的底线，你为了弱者敢把真龙按在泥里，锤得骨气，就是你最好的受封书。老头子在天上看着你呢。去他妈的贵族血统，去他妈的假骑士，站起来，去打赢这场属于你的圣战。剧情真正的引爆点来自一次完全不理智的拔刀相助。邓肯为了救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木偶戏女孩坦塞尔，一脚踢掉了变态皇子伊利昂的牙齿，代价是他被迫卷入了100年未见的妻子审判，7个打7个，不死不休。这场决斗封为全游影史最佳动作戏，堪称完美，甚至超越了私生子之战。穷骑士的锁子甲对全身起筋的加强，豪华板甲的弱势，防脱割不防刺，头盔对链锤的防御力，掌心皮手套防不住匕首刺穿，这才是应该有的中世纪冷兵器全甲格斗。导演欧文·哈里斯采用 POV 视角，镜头死死锁在邓肯头盔那道狭窄的缝隙里，你听不到史诗级的交响乐，没有慢镜头里的英雄主义，没有霸气侧漏的配乐高潮，你只有邓肯粗重的喘息声、心跳声，以及刀剑砍在铁甲上那种令人牙根发酸的金属爆裂声。这根本不是在拍决斗，这是在拍恐怖片。同时，这部剧还顺手打了一巴掌那些纸糊盔甲古装剧。盔甲在这里是真的能防砍劈的，邓肯甚至把自己的铁皮当盾牌，硬生生的扛伤害。对手伊利昂技术更强，装备更好，剑法更高，按理说应该把邓肯打成碎片，但邓肯是怎么赢的？被长矛捅穿，被陈星锤砸烂头盔，险些失去一只眼睛。在倒下的最后一刻，那个在君临城贫民窟跳蚤窝里跟野狗抢食长大的街头野孩子，从邓肯体内彻底醒了过来。他一把将高高在上的真龙拽进了恶臭的泥潭里，骑在他身上，用盾牌，用拳头，
用最原始、最野蛮、最不讲武德的方式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高个子邓肯打不赢伊利昂，但跳蚤窝的邓克能把他打出屎来。这是全网最燃的一句话，也是这部剧最核心的主题。当贵族的规则压不住你，就把它拖进你的规则里。而这场戏里最神来之笔是穿插其中的闪回。濒死的邓肯看见了小时候在跳蚤窝的惨状，看见了那个救了他的老骑士阿兰。老阿兰是个酒鬼，剑法平庸，但骨子里相信骑士的誓言。在幻境里，他对着烂泥里的邓肯怒吼出了一声：“起来 ，Get up！” 就这2个字，配上邓肯在泥浆里摇摇晃晃站起来的画面，直接让全网观众颅内高潮。网友说，光是这句 Get up 够他们当1整年的手机闹铃。Get up, get up, get up。聊到大结局，就不得不聊聊这部剧最让原著粉泪目的改编——辨识树 （Penny Tree）。老阿兰一直把一枚辨识卡在自己的剑柄里，临死前，他留下了一句话：“一个真正的骑士总是会讲完一个故事的。”这句台词有3层意思，每一层都绝。第一层，跨越100年的宿命彩蛋。4 pages for Sir Duncan. Must have been quite a man. So they say. 辨识树村的传统是，出征的男孩把硬币钉在村口的榆树上，承诺活着回来取下它。而在马丁原著第5卷《魔龙的狂舞》里，詹姆·兰尼斯特来到一个小村庄，看见广场上那棵钉满辨识的树，一脸困惑。就在那里，他与美人布雷妮再次相遇，而布雷妮不仅是邓肯的直系后代，他手里拿的那面画着流星与榆树的盾牌，正是当年邓肯用过的。一枚辨识连接了相差100年的2段江湖。马丁老爷子当年在写詹姆与布雷妮那章时，顺手埋下了这个彩蛋。没想到有一天，他真的把邓肯的故事写出来，把这个伏笔的来龙去脉填得严丝合缝。第2层，马丁对全球催更粉丝的一次神级自嘲。2025年世界科幻大会上，竟然有读者当面问马丁：“既然你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会不会授权别人替你写完结局？”这让老爷子当场黑脸。而在剧里，老阿兰讲故事讲到一半，突然停住，两眼发直。就在邓肯以为他已经断气并开始悲痛时，这老头诈尸般的惊醒，甩出了这句：“一个真正的骑士总是会讲完一个故事的。”马丁作为本剧制片人，借老阿兰之口，对全世界的催更粉丝宣告：“老子就算咽了气，也会爬起来把这该死的故事写完。”第3层，老阿兰对邓肯最深沉的爱与保护。老阿兰一直没有正式册封邓肯，不是因为他不看好这个傻大个，而是因为他的前任侍从他的侄子罗杰死在了战场上，给老爷子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他不想失去邓肯，他想让这个孩子活着。所以当邓肯最终把那枚便士狠狠钉进榆树时，他不仅是替师傅讲完了未尽的故事，更是向老爷子，向这个吃人的世界立下了一个最朴素的誓言：我不怕死，我承诺我会活下去，我配得上成为一名真正的骑士。整个七王国的骑士这套故事最初只是因为马丁在写正传时想给布雷尼那面画着流星榆树的盾牌补一个来历，结果老爷子脑洞一开，走火入魔，不仅补全了布雷尼的祖宗，还洋洋洒洒地牵扯出了整个坦格利安王朝最精彩的100年恩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胖老头又爱又恨。我们天天骂他拖更，调侃他到处接活，就是不写凛冬的寒风。但当我们看到那枚带着体温的便士被钉入树干，看到这些跨越100年的伏笔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宿命闭环时，那种头皮发麻的震撼，是任何 AI 批量生产的爽文永远给不了你的。马丁已经在采访里确认过，邓肯这个傻大个不仅没有早夭，反而一路活到了60多岁，成了御林铁卫的队长。所以当那枚便士被钉进榆树，那不是一场祭奠，那是一场宣战。老子偏要带着这身草根的骨气，在这个吃人的全游宇宙里硬生生地活到最后。100年之后，弑君者詹姆和布雷尼会站在便士树村的那棵老树下，看见密密麻麻钉着的硬币，不知道其中有一枚是一个叫邓肯的流浪汉用颤抖的手替他死去的师傅还有他自己立下的誓言：
这就是七王国的骑士带给我们的终极震撼。HBO 用不到龙之家族一半的预算，证明了一件事：一部神剧不需要满天飞的 CGI 巨龙，不需要毁天灭地的魔法，不需要错综复杂的皇家乱伦，你只需要一个脑子缺根筋、厚得像面城墙的傻大个，一个古灵精怪的秃头小王爷，一片泥泞的草地，和那份在这个烂透了的世界里死活都不肯低头的底层良知。这才是真正的冰与火之歌，这才是我们久违的维斯特洛。